诡案实录之瘾君子之死上。事情发生在2016年的6月5日，江苏省淮南市环城新区。环城新区的一栋别墅里发生了一起人命案，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。秦头和胡不凡来到现场时，整个别墅已被当地的民警拉起警戒线给封锁了。师傅，等我一下。秦队，你们来了。同事们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。秦头和胡不凡这才仔细看了一下躺在地上的死者。那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肚子被利器划开一个大口子，半截肠子流了出来。而致命伤是脖子上深深插着的一把刀，鲜血喷溅了一地。而比较诡异的是，死者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惊恐，像是死前看到极其恐怖的事情。死者是什么人呢？死者名叫周传龙，这某建筑公司老总。但经调查，此人有极深的黑社会背景。另外，周传龙有2次被刑拘劳改的前科，还有1次戒毒的经历，有吸毒史。这么说，就不是个好人了。派出所王所长介绍死者的基本情况。他爸爸以前是副市级干部，那种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呗。又说起死者周传龙的父亲是一个退下来的省级大员，这家伙呢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死者死的时候有家人在身边吗？有，都受到惊吓，在那边屋里休息呢。走，去看看。秦头想进屋跟家属了解一下当晚的具体情况。哪位是死者的家属啊？屋里一共有4个人，一对老夫妇，一个大概7、8岁的孩子。秦队，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？所里的女警官在安抚家属紧张的情绪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不用害怕，这是我们公安局特9组的秦队，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有情况呢，您跟秦队说就好了。事情就是1个小时前发生的。死者的父亲周克群向秦队讲起周传龙死前的情形。老人说，这周传龙这几天因为生了病，一直待在家里。大概晚上11点左右，当时他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生病了就别熬夜，早点睡吧。不用你管。他劝了周传龙几句就回屋了。大概半个小时以后，周克群又出了房间，看到周传龙还在客厅里。但这次他有些奇怪，手里紧紧握着桌子上的水果刀，表情十分的紧张。流氓，你不要过来，我不会怕你的。他一直跟对面争吵着，似乎是在跟人吵架。你干啥呢？把刀放下，这多危险呢！可是他却突然猛地站起来。别过来，老子杀了你！然后手里的水果刀朝着对面拼命地挥舞起来。不要过来，离我远一点！他一边挥刀一边叫喊着，行为非常的疯狂。别抓我的手！突然他挥刀的手诡异停在了空中，似乎被人抓住手腕一样。你要干什么？然后他的刀尖就硬生生的朝向自己的方向。不要啊！他手里的刀像被人控制了一样，狠狠刺向自己的腹部。然后刀子向外一挑，肚子上就出现了一个长长的口子。不要啊！我错了。那重新立起来的刀尖并没有就此罢休，周传龙手腕好像被一种力量扭着，刀尖缓缓指向他的喉咙。不要啊，孩子！那种力量虽然非常强大，周传龙好像根本与他对抗不了。周克强老人一看这个情况不敢怠慢，想上去夺下儿子手里的刀，可是身体却突然被绊倒了。
他回过头想看看是什么绊倒了自己，可是脚下的地板什么也没有，但是自己的脚却像是被人死死的抓住，完全动不了。他担心儿子，抬头去看周传龙的情况。只见周传龙手里的刀子正一点点的向他的喉咙靠近。周传龙显然是用了很大力气去对抗那种力量，但是显然对抗不了。那刀子还是一点点刺进他的喉咙。随着刀子刺进喉咙，鲜血很快就喷溅出来。周传龙很快身体就僵硬了起来。小龙啊！周克群身体不能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在了面前。他虽然平时不听话，但是也不该死啊！一定是遇到厉鬼，请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啊！那个流氓是个什么人？秦头听完周克群老人的述说，突然间问起了周传龙喊的那个流氓的情况。这周克群老人听到这个问题，突然显得非常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跟我说说流氓的情况吧。秦头警觉从周克群刚才的描述中听出啊，那个流氓才是这个案件的关键点。好吧，其实那个姑娘呢，我也只见过一次。周克群在秦头的询问下没有办法讲起流氓的情况。大概在半个月以前，周传龙晚上10点左右跟他的一个小弟阿昌回到家里。是他喵的够辣的，这把老子的脸都给抓破了。听两个人的对话，应该是晚上又调戏了不知哪里的姑娘。阿昌，去冰箱里给我拿瓶啤酒。这种事周克群根本就管不了，也只能摇摇头回屋休息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周传龙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呀，怎么了妹妹？这刚分开又想我了？听周传龙接电话的样子，打来电话的应该是他今晚调戏的姑娘。哥哥，我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明天会再去找你的。嘿呀！什么？告我？告去吧！我这儿有你的裸照和我们的视频，告我就发到网上，让你的朋友和家人都看看。嘿嘿嘿嘿。所以说，妹妹，好好听哥哥的话吧。听两个人的对话，周传龙一定是威胁了姑娘。哥，你看流氓是不是就在窗外？阿昌说起，周克群才知道那个打电话的姑娘叫流氓，而且那个姑娘不知怎么的找到了周传龙的家，在房子外面给周传龙打了电话。你这个混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那姑娘在窗外喊的声音很大，死命的诅咒着周传龙。哎，你他妈别走，老子出去还得干你！周传龙看到姑娘跟到自己家，非常生气。他喵的，啊，哪个贱人跑哪儿去了？但是两个人追出去后，发现那个叫流氓的姑娘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是没想到后来那个姑娘还是出事了。大概在那天晚上的事情过去3天以后，那个叫流氓的姑娘就在城外的铁路上自杀了。据说当时没有发现一块完整的肢体，高速列车把身体撞成了一滩碎末。说起来，周传龙也确实是作孽啊。那姑娘自杀后，周传龙也怕出事，在家里老老实实待了几天。可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风声传来，就又开始每天出去胡闹了。看来周传龙有可能是遇到流氓来索命的亡魂呢。如果是那样，请你们务必调查清楚啊！周传龙那么混蛋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你有想过女孩父母吗？我知道小龙做的不对，后来我们想找到女孩唯一的父亲，想给人些赔偿。可是那个老中医，女儿出事后就失踪了，一直找不到人。是个老中医，你是不是
你是不是说周传龙最近生病在吃中药啊？是啊，带我去看看他吃的中药。啊，这就是他最近在吃的中药，他的胃有些不好。青头看到厨房的燃气灶上放着一个中药罐子，走过去对着那罐中药仔细看起来。突然，青头从罐子里用手指捏出一颗椭圆的药材，然后放在鼻子底下仔细闻起来，似乎有所发现。周传龙吃的中药里有一味肉豆蔻。师傅，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中药的桃仙醉、闹阳花，这云南的野荔枝种和这味肉豆蔻等都有强烈的致幻作用。有这么神奇吗？自然界有许多东西都会影响人的大脑中枢神经，让人产生幻觉。比如亚马逊河流域有一种古巴小美牛肝菌，之后会让人看到许多小人上蹿下跳，在自己周围唱歌跳舞。而我国西藏有一种色泽鲜红的头蝇菌，吃了以后会头重脚轻，看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很大，而自己却很小。不可以这么说。那么周传龙有可能是吃了这味被人刻意放在里面的中药，产生幻觉自杀的。不可以这么说，这种病用这种药材也没错，毕竟中药的配方啊，因人而异。如果有人害我儿子，你们一定要抓到他，让他偿命。那流氓呢？再说你儿子虽然最近没有吸毒，但也不排除体内残留的毒品使其产生幻觉。师傅等等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调查那件尘封了5年的1级谋杀案。